你一定听过这些话：吃蓝莓可以抗氧化，喝绿茶可以抗氧化，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，抗氧化可以抗老，抗氧化可以防癌。抗氧化这3个字几乎变成现代健康的代名词。走进超市，你会看到抗氧化果汁；走进药局，你会看到抗氧化胶囊；打开电视，会看到抗氧化保健品广告。好像只要抗氧化3个字出现，就代表它是好东西。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抗氧化真的那么万能，为什么慢性病没有消失？为什么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失智症在全球依然持续增加？为什么保健品市场越来越大，人类的健康却没有明显改善？问题可能不是抗氧化没用，问题可能是我们理解错了。很多人把抗氧化想成一种补充行为，好像身体里面有坏东西，我们只要吞下一颗营养素就能把它清除，好像自由基是一种入侵者，而抗氧化剂是一种武器。这种想法听起来很合理，也很直觉，但真正的生理机制比这复杂得多。自由基不是坏人，抗氧化也不是超能力，真正的关键在于平衡。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，自由基像工厂排放的烟，抗氧化系统像空气净化设备。如果城市正常运作，工厂有规范排放受控，空气净化系统也正常运转，城市可以长期稳定。但如果工厂突然暴增，排放量大幅上升，同时净化系统老化，效率下降，空气就会变差。问题不是烟本身，问题是失衡，而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正在让这个失衡越来越严重。熬夜、压力、抽烟、空气污染、高糖饮食、加工食品、久坐生活，这些都会让自由基产生增加。同时，我们的内建抗氧化能力却因为年龄、压力、营养失衡而下降，这才是氧化压力真正的来源。所以抗氧化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今天有没有吃到某种超级食物，而是我的生活形态是否让身体失去平衡。这2个问题完全不同。很多人每天很努力吃抗氧化食物，却同时每天睡不到6小时。很多人花很多钱买抗氧化保健品，却每天含糖饮料不离手。这就像一边往水桶里加水，一边底部破洞漏水，你加的再多，水位还是上不来。所以在谈抗氧化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件事：自由基到底是什么？它真的是坏人吗？还是它其实只是被误解？下一段我们从最根本开始拆解，自由基到底是敌人还是被误解的朋友？我们刚刚提到，自由基不是外来入侵者，但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有一句话：自由基会伤害细胞。这句话没有错，但它只讲了一半。我们先从科学角度讲清楚，自由基是一种缺少电子的分子，分子如果缺少电子，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，不稳定的分子就会去抢别人的电子。当它抢走别的分子电子时，那个分子就会变得不稳定。这就像连锁反应，一个不稳定可能引发一串反应，这种过程就可能造成细胞膜受损、蛋白质结构改变，甚至 DNA 受影响。这听起来很可怕，但重点来了，自由基为什么会存在？因为它是正常代谢的副产品。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呼吸，只要你的细胞在制造能量，就会产生自由基。这是粒线体在燃烧营养素时自然产生的现象，你不可能完全避免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自由基其实有正面角色。当细菌入侵时，你的免疫细胞会刻意制造自由基来攻击细菌，这是一种防御机制。如果你完全没有自由基，免疫系统反而无法正常运作。另外，在运动时，自由基的产生会刺激身体适应，它会让身体增加抗氧化酵素的生成，让你变得更强壮。这就是为什么规律运动的人反而抗氧化能力更好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自由基不是坏人，它是一种工具，它像火，
火可以煮饭、供暖、发电，但如果火失控，就会烧毁房子。问题从来不是火的存在，而是火的控制能力。那为什么现代人氧化压力高？不是因为自由基本身变坏，而是因为产生量增加，同时清除能力下降。产生量增加的原因包括长期熬夜、慢性压力、抽烟、空气污染、过量饮酒、高糖饮食、高温油炸食物，这些都会增加体内自由基生成。而清除能力下降的原因包括年龄增加、营养失衡、慢性发炎、长期睡眠不足。所以氧化压力的本质是失衡，不是某一个坏东西入侵，而是整体系统的压力超载。很多人听到自由基就想消灭它，但如果你把自由基完全压低，反而可能干扰正常生理功能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研究发现，高剂量抗氧化补充剂在某些族群中并没有带来预期效果。因为你不是在对抗敌人，你是在干预一个平衡系统。真正健康的策略不是极端消除，而是恢复调节能力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讲，当这个平衡失去控制时，氧化压力会如何慢慢影响你的血管、代谢，甚至大脑。这才是很多慢性病背后的关键。当氧化压力失控，身体正在慢慢发生什么？我们刚刚讲到，自由基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失衡。那当氧化压力长期存在，身体会发生什么？它不会突然爆炸，它不会明天让你生病，它是慢慢安静地改变你的身体。我们从血管开始讲，血管内壁有一层很重要的细胞，叫做血管内皮细胞。这一层细胞的功能是什么？它负责维持血管弹性，调节血流，避免血液过度凝固，控制发炎反应。可以说它是血管的守门员。但血管内皮非常脆弱，当自由基过多时，它会攻击这一层细胞。细胞受损后会发生什么？第一，血管弹性下降，血管不再那么柔软。第二，内壁变得粗糙，粗糙的表面更容易让胆固醇附着。第三，发炎讯号增加。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，就是动脉硬化的开始。很多人以为动脉硬化只是吃太油，但实际上氧化压力是重要推手之一。胆固醇如果没有被氧化，它未必那么容易粘附。真正麻烦的是被氧化的 LDL。这就是为什么氧化压力和心血管疾病关联密切。接下来我们讲代谢。氧化压力不只伤血管，它也会影响胰岛素系统。胰岛素的工作是什么？它像钥匙，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。但当细胞长期处于氧化压力状态，细胞内的讯号传递会变差。胰岛素发出讯号，细胞反应却迟钝，这就叫做胰岛素阻抗。很多人空腹血糖还正常，但其实已经出现胰岛素阻抗，而氧化压力是其中一个推动因素。当胰岛素阻抗发生，血糖更难控制，血糖高又会增加自由基产生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氧化压力增加，胰岛素阻抗，血糖升高，更多氧化压力。你会发现，这不是单一问题，这是一整套系统的连锁反应。再来讲大脑，大脑消耗大量氧气，氧气消耗多，自由基产生也多，神经细胞的修复能力又有限。当氧化压力长期存在，神经细胞容易受损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神经退化疾病研究中都会看到氧化压力的影子。但我要再强调一次，这些不是短期造成的，它是10年、20年的累积。所以当你今天30几岁、40几岁，觉得自己还没感觉，并不代表没有影响。很多慢性病在出现症状之前，已经在体内默默发展多年。这也是为什么抗氧化议题常被提起，因为它关乎的是长期健康。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怎么改善这个失衡？是拼命补充抗氧化剂，还是找到真正增加压力的源头？下一段我们就要讲一个很多人误解的重点：为什么补充抗氧化剂的研究结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理想？这会颠覆很多人的想法。
为什么抗氧化补充剂的研究结果那么矛盾？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一定会想一件事：既然氧化压力会伤害血管、代谢、大脑，那我多补充抗氧化剂，不就能降低风险？这个想法非常直觉，而且也很合理。如果自由基太多造成伤害，那我们就多吃抗氧化物，把它中和掉。理论上听起来完美，但科学研究的结果却没有那么单纯。我们先看观察型研究，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发现，吃蔬菜水果多的人，慢性病风险比较低，心血管疾病少，某些癌症风险低，整体死亡率也较低。这些资料让人很自然地推论，抗氧化物有保护效果。但接下来，科学家做了一件事，他们把蔬果里面的某些抗氧化成分抽出来，例如维生素 E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， 做成高剂量补充剂，然后做随机对照试验。结果呢？结果并不稳定，有些研究显示没有显著帮助，有些甚至发现某些族群风险增加，例如某些吸烟者补充高剂量贝塔胡萝卜素，肺癌风险反而上升。这让很多人困惑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抗氧化没用？不是，问题出在我们把整体饮食效果误认为单一成分效果。蔬菜水果的好处不是只有抗氧化物，它包含膳食纤维、多种植物化学物质、矿物质、抗发炎成分以及整体饮食结构改变。当你吃很多蔬菜水果时，通常也代表加工食品较少，精制糖摄取较低，整体饮食较天然。所以研究看到的好处可能来自整体生活模式，而不是单一分子。这就像一个交响乐团，小提琴很好听，但如果你把小提琴单独拿出来，没有其他乐器，效果完全不同。植物中的抗氧化物本来就是在复杂网络中运作，它们彼此协同，有些甚至在不同环境下扮演不同角色。而当你给身体高剂量单一抗氧化物，可能反而打乱了平衡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自由基不只是破坏者，它也是讯号分子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自由基会刺激细胞启动修复机制，例如运动。运动时自由基增加，但这会促使身体增加内建抗氧化酵素，这是一种适应。如果你在运动后立刻补充大量抗氧化剂，有些研究发现可能会降低这种适应效果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只是在清除坏东西，你可能在干预一个精密的调节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抗氧化研究常出现矛盾，因为身体不是单一开关，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。所以我们不能用越多越好的思维来看待抗氧化。真正重要的是支持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，而不是用外力强行压制。这也带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如果补充剂不是万灵丹，那真正有效的策略是什么？答案其实比你想象简单。下一段我们会讲真正有强证据支持的饮食模式，不是超级食物，而是整体生活结构。真正有效的抗氧化模式不是超级食物，而是整体结构。如果单一抗氧化补充剂效果不稳定，那真正有证据支持的方式是什么？答案其实不华丽，它不是某种神奇粉末，它不是某种昂贵胶囊，它是一种整体饮食模式。最常被研究的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，但你不要把它想成异国料理，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：多蔬菜、多水果、多豆类、多坚果、多鱼类，橄榄油取代动物油，少加工食品，少精制糖。重点不是某一种食物，而是整体比例。这种饮食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它提供多样化抗氧化物。红色番茄有茄红素，紫色蓝莓有花青素，绿色菠菜有叶黄素，橘色胡萝卜有贝塔胡萝卜素。颜色越多，代表植物化学物质种类越多。这不是单一分子在工作，这是一整个网络。第二，它降低慢性发炎。橄榄油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鱼类中的欧米伽3都具有抗发炎效果。发炎本身会增加自由基产生，
所以当你降低发炎，其实也在降低氧化压力。第三，它稳定血糖，因为高纤维食物比例高，淀粉吸收速度较慢，血糖上升比较平缓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等一下会讲得更深，但在这里你要先记住，真正抗氧化有效的饮食，通常同时具备3个特质：多样植物性食物、低加工、血糖平稳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种饮食模式和我们从小听到的健康建议其实非常接近，没有魔法，没有极端，没有爆红超级食物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不够吸引人，因为它太普通。但真正有效的健康策略往往都很普通。再来讲一个观念，真正的抗氧化不是靠你额外加什么，而是靠你减什么。减少精制糖，减少高温油炸，减少高度加工食品，减少长期熬夜。当你减少这些，自由基产生量自然下降，这比拼命补充抗氧化剂有效得多。很多人问我，那我还需要补充抗氧化保健品吗？我的回答通常是，如果你的饮食结构已经很好，补充剂的边际效果可能有限，但如果你的生活形态失衡，补充剂帮助也很有限，因为它没有解决源头。这就像城市空气污染，你可以买空气清净机，但如果每天工厂排放增加，清净机再多也有限。抗氧化真正的策略是控制排放量，同时维持清除能力。而说到排放量，有一个源头在现代社会特别常见，却常常被忽略，那就是血糖波动。很多人很努力吃蔬果，却每天血糖像云霄飞车。如果这一点没有解决，抗氧化策略就少了最关键的一环。下一段我们会深入讲血糖，而那一段可能会改变你对抗氧化的整体理解。血糖波动才是氧化压力真正的推手。我们前面讲了自由基，讲了抗氧化补充剂，讲了整体饮食模式。现在我要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重点，真正每天在推高氧化压力的，往往不是你没吃到某种抗氧化食物，而是血糖波动。很多人会说，我又没有糖尿病，但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被诊断糖尿病，问题是你每天的血糖曲线。当你吃下大量精致淀粉或糖，例如白吐司、甜奶茶、饼干、珍珠奶茶，血糖会快速上升。这种快速上升在细胞里发生什么事？葡萄糖大量涌入细胞，粒线体必须加速工作，电子传递链负担增加。当电子流量过大，就会漏电，这种漏电就是自由基生成增加。换句话说，血糖升得越快，自由基产量越高。这不是情绪性的说法，这是代谢机制。再来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东西，当血糖长期偏高，会形成一种物质，叫做 AGEs， 糖化中产物。什么意思？当葡萄糖过多，会和蛋白质结合，蛋白质被糖化之后，结构会改变，血管壁的蛋白质会变硬，胶原蛋白弹性下降，神经蛋白质功能变差，而且 AGEs 本身会刺激发炎反应，发炎会增加自由基，自由基又会促进更多发炎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你会发现，血糖和氧化压力不是两件独立的事，它们是彼此推动。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视网膜病变、肾病变、神经病变，因为这些器官长期处在高糖加高氧化压力环境中。但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，你不需要等到糖尿病才开始在意血糖。很多人空腹血糖95、100，看起来正常，但餐后1小时可能冲到170、180，这种短暂高峰一样会增加氧化压力。现在越来越多研究指出，餐后血糖波动对血管的影响甚至比空腹血糖更重要。我们来看一个生活场景，早上匆忙上班，买一杯全糖奶茶配一个白吐司，血糖快速冲高。中午白饭加炸鸡，下午饼干加咖啡，晚上火锅加饮料。这个人没有糖尿病，
但他的血糖曲线每天像云霄飞车，这种长期波动，10年后可能是胰岛素阻抗，再过几年代谢症候群，再过几年真正的糖尿病。这整个过程都伴随氧化压力，而如果他同时在吃抗氧化保健品，却没有改变饮食结构，效果会有限。这就像一边点火，一边拿水杯灭火，火源没关。真正有效的抗氧化策略，第一步不是多吃什么，而是让血糖平稳。怎么做？第一，吃饭顺序，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吃淀粉，这样可以减缓血糖上升速度。第二，避免空腹喝含糖饮料，空腹时吸收更快，血糖更容易暴冲。第三，饭后活动10到15分钟，轻微走路就可以，这能降低血糖峰值。第四，提高蛋白质与纤维比例，纤维会延缓吸收，蛋白质会增加饱足感，都能让曲线更平稳。你会发现，这些做法看起来很基本，但它们对降低氧化压力的影响远比你想象大。如果今天有人问我，抗氧化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不会先回答蓝莓，我会回答稳定血糖，因为那才是每天在改变你细胞环境的因素。下一段我会把这整件事做一个整理，让你清楚知道抗氧化真正的3个核心原则。抗氧化真正的3个核心原则，今天我们讲了很多。如果你现在脑袋有点满，这其实是好事，因为抗氧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不该被简化成一句广告词。我们从自由基开始讲，自由基不是敌人，它是正常代谢的产物，它帮助免疫系统，它参与细胞讯号传递。问题不是它的存在，问题是失衡。当产生量超过清除能力，氧化压力就会慢慢伤害血管、代谢、大脑。接着我们讲到补充剂，为什么研究结果那么矛盾？因为我们把整体饮食效果误认为单一成分效果，真正有效的抗氧化来自整体结构，不是一颗胶囊。然后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段，血糖波动，这可能是整支影片的关键。很多人拼命补抗氧化，却每天让血糖像云霄飞车，那等于一边点火，一边拿水杯灭火。如果你要我帮今天的内容做成3句话，我会这样说：第一，自由基不是敌人，失衡才是问题；第二，抗氧化不是补充行为，而是生活平衡；第三，稳定血糖比超级食物更重要。如果你今天开始做3件事，减少精制糖，让血糖平稳，增加天然植物性食物比例，你已经在做真正的抗氧化，而不是流行版本的抗氧化。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产品，它是一个结构，是一种长期选择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代表你真的在思考自己的健康。如果这支影片帮助你重新理解抗氧化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因为这会让演算法知道这类内容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也欢迎你分享给家人，尤其是常常在买抗氧化产品却没有改变生活习惯的长辈。如果你想继续听这种完整、有科学根据但不夸张的健康解析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下一支影片我会更深入讲血糖与慢性病的关系，因为那才是代谢健康真正的核心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